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傲。今天我们要一起聊一个几乎咱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肩痛。为什么说几乎每个人呢？因为从年轻人到中老年人，从上班族到家庭主妇，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我肩膀不舒服的情况。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只要肩膀一疼，马上就说我是不是得肩周炎了？然后就开始甩胳膊、拉单杠，甚至有人觉得越疼我越要动，认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背后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风险？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衡水第4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志鹏医生，请他来为我们大家做一次全面科学的解答。刘医生，欢迎您的到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肩痛这个话题。主持人刚才描述的这个现象在我们的门诊中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很多患者因为对这个肩痛的误解采取了这个不恰当的这个处理方式。结果往往是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简单的情况变得复杂。今天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清这个常见的这个认知误区吧，建立一个科学应对肩痛的一个正确观念。刘主任，那咱们今儿就先从肩周炎这个最常被老百姓提到的词儿开始说吧。观众朋友们嘴里经常说的肩周炎，在医学上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所有肩膀疼痛都可以叫做肩周炎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也是我们今天要纠正的第一个关键误区。严格来说肩周炎是比较一个宽泛、笼统，甚至有些就是过时的一个称呼吧。在专业的这个医学领域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冻结肩，或者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这样更准确的一个名称。它的本质其实是肩关节周围包括这个关节的那层囊发生了这个无菌性的炎症，进而导致这个囊挛缩了，粘连了，粘连了，就像一件衣服缩水了一样，把肩膀的这个活动范围给冻在一个范围内。但请注意，这只是导致肩部疼痛的众多原因中的一种，远远不是全部。实际上在临床中我们发现肩袖损伤的发病率要比这个典型的刚才说的冻结肩要高得多。刚才您看您又提到了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肩袖损伤。看来呢，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今天聊的主题。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肩袖听起来有点陌生，它到底长在什么地方？在咱们肩膀里边，具体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能不能展开给我们聊一聊？我们可以把这个肩袖想象成这个肩关节这个一个核心动力和稳定系统。它并不是一块骨头，而是4块重要的肌肉，叫感上肌、感下肌、小圆肌跟肩胛下肌的肌腱，像袖套一样融合在一起，紧紧的包裹着我们胳膊上那根就那根骨头，我们叫肱骨头。它主要有2件大事儿。第一，它是我们抬手旋转胳膊的这个轴承发动机。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它像几条坚固的这种缆绳一样，把这个肱骨头牢牢的固定在这个肩胛骨的这个关节羽里边，确保我们这个肩膀在活动时候又灵活又稳定。可以说是没有健康的肩袖我们的手臂就无法完成这种有力、协调和多方位这个精准的这个动作。所以您看，今天我们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肩痛不等同于肩周炎。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肩膀问题都简单的装进肩周炎这一个篮子里。同时呢，我们还认识了一个肩关节里非常精密且重要的机构
肩袖。那正如刘主任所说，它是我们肩膀的动力和稳定的核心。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来言，是不是说我们最需要警惕，也是最容易和您刚才说的这个冻结肩搞混淆的，就是这个肩袖损伤呢？是。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肩袖损伤啊，正是临床中最常见，也是最需要与这个冻结肩进行区分的一个疾病。所谓的这个肩袖损伤啊，是一个广谱的谱系，它包括从肌腱的这个轻微炎症，肌腱炎，我们说的腱鞘炎，到肌腱的这部分的纤维断裂，再到肌腱的完全断裂，我们叫全程撕裂等一系列问题。它和这个冻结肩呀，从这个发病的原因、表现出来的症状，到这个根本的这个治疗原则，都是完全不同的。那您看啊，刘主任，您刚才提到了病因和症状不同，具体的不同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就能对咱们自己的肩膀的情况做一个非常初步的判断和区分呢？有的。这里我教大家一个非常核心且实用的这个鉴别方法。就是观察是自己动还是别人帮你动的区别。就是我们称为主动跟被动活动的一个测试。如果是冻结肩，因为关节囊嘛粘连了、粘连了、挛缩了，就像一扇门的门轴完全锈死了一样。这时候无论你自己用力想抬起来，就是主动活动，还是家人朋友握住你的手，想帮你抬起来，都会感觉到各个方向，包括前举、侧举，向后摸背了，梳头发了，就比较活动困难，有一种被卡住、锈死就被锁死的这种坚硬感。这是冻结肩。如果是这个肩袖损伤呢，问题出现在肌腱上，好比是门的这个铰链坏了，或者绳儿快断了。凭自己主动想抬起来，可能感到疼痛，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当然，如果别人握住你的手臂，帮你做这种被动的动作，抬起动作吧，你会发现，可能这个肩部还是能做一些基本的动作的，感觉是不是正常呀，或者是接近正常，没有那种卡住的那种感觉。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是自己抬不起，别人能帮你抬起来，就有可能就得怀疑这个肩袖损伤。刘医生，您看啊，您刚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主动、被动测试，确实呢非常直观。那我们观众朋友们在家也不妨请家里人帮忙，咱们简单的来感受一下。除了这个活动范围的测试，那以上这两种疾病在疼痛的感觉上有没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区分呢？刘医生能不能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的。这个疼痛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啊。就是疼痛的过程了啊。这个冻结肩的疼痛啊，通常它是持续性的这个钝痛或者是酸痛、隐痛。疼痛的位置啊，它比较模糊，就是好像是整个肩膀区域，它也说不清，就一个指头它指不出具体哪一点最疼。它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夜间间隙痛，就是睡觉的过程中，疼痛会加剧，甚至就把人疼醒了，影响这个睡眠。这个肩袖损伤的疼痛啊，更多是有些特定动作，就是做一些特定动作，一些那个锐痛或者撕裂性的一个疼痛。疼痛的位置通常比较明确啊，比如说肩膀的前外侧了，肩峰的前下方了，通它自己能找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压痛点。它还有一个就典型的表现叫疼痛弧，就是当你尝试把这个自己的手臂啊向身体侧方抬起，就是外展式啊。这样。对，到在60度到120度这个区域，它有个过程，有个这个度数过程突然会加剧。
但是低于这个度数或者高于这个120度时候，疼痛反而减轻，就又能抬起又能活动。夜间痛有可能会出现，但不像那个动节间那样几乎必然存在啊，就是有的人会出现，有人不会出现啊。刘医生，那您看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中老年观众，那他们的身体感知可能不如年轻人那么敏锐了，有时候疼痛呢不明显，但是问题可能已经在这个私底下酝酿了，对吧？那我们针对中老年朋友，有哪些咱们常见的，但是特别容易被忽视掉的身体信号，可能已经在提示我们的肩膀或者脖子已经出现损伤了呢？这一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你提的这个问题啊，也非常重要。具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现实意义吧。对于这个中老年人啊，肩颈问题的信号，有时候啊确实比较隐蔽。也不一定是剧烈的那种疼。我建议大家留意以下这个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进行性的一个无力感。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早期信号。它不是疼的受不了，而是感觉手臂啊它没劲儿，发软。比如说炒菜时啊，觉得这个炒过的锅啊变重了，握不稳，梳头啊，自己梳不到后脑勺，晾衣服啊举不起这个晾衣杆，甚至端个水杯或者是拿书包都觉得沉。这个就提示这个腱袖的肌肉肌腱啊可能存在这种慢性的劳损。或者有些是轻微的这个撕裂啊。第二个就是不免原因的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夜间那个间隙痛，不一定也不一定会痛醒，但是晚上睡觉时啊，总觉得怎么躺这个胳膊都没地儿放，压着也难受，得翻身得找个合适的这个姿势，或者早晨醒来的时候啊，感觉这个肩膀比较硬。比较酸胀，需要这个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活动范围，它在慢慢的缩小，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不到，但慢慢一天，它不是一天突然就不能活动了，它开始自我感觉有些动作我怎么以前能够得着的事儿，它够不着了。比如说，这个女性扣这个文胸后背的扣，搭扣，以前就很容易，现在觉得越来越困难。男性啊，就是这开汽车时，去后座取东西，以前一转身，一伸胳膊就取到了，可能慢慢的觉得就变得吃力了。洗澡时不能搓背，不能自己搓后背中间的那块区域，就俗称这个搓背动作，自己完成不了了。然后就是静息式的酸胀感，就是在静止状态下，比方说看电视了、读书了、聊天了这些不动的状态下，肩膀会自发的就是出现这种酸、胀、这种不适感，需要我的活动活动，我才舒服。还有就是一些伴随症状，就是颈部的一些不舒服，有的其实好多中老年人肩痛哈。根儿可能在就是颈椎上，就颈椎蜕变，什么骨质增生了，颈椎间盘突出了，可能会压迫一些神经，引起从脖子到肩膀，甚至是放射到上臂了，这种酸麻胀，这些疼痛啊，往往和颈部的这个姿势有关啊，这是这些问题。非常感谢刘医生这么细致贴近生活的提示啊。所以啊，我们看啊，中老年朋友真的要特别关注那些不疼但没劲儿，晚上睡觉总别扭，以及悄悄发生的活动受限，这些不那么起眼的隐匿信号。